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Internal Rate of Return，简称 IRR，那中文就叫做内部报酬率。好，我们来看它的定义。这个 IRR 定义呢，就是说你要找出一个 rate，这当然指的是一个年利率哦，找出一个 rate，那这个 rate 能够代表你某一项投资计划它所对应的年利率。那这个 IRR 呢，是有时候呢，我们又叫做effective interest rate，或是叫做 annualized effective compounded return rate，这些都常见到。但是更常见到的是说，把一个投资的计划去算它的年化报酬率这个就常常会听到那它的应用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最适合用在你来比较两个投资的计划，它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就是说，那它当然是全部都转成年化报酬率你就可以比较这两个投资计划哪一个比较优那这边呢，特别要说明呢，为什么叫 internal 或叫内部报酬率，指的是说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不会去考虑外在的因素，譬如说通货膨胀之类的那这些因素我们暂时不考虑，完全只是就数学上的运算来看看两个投资计划哪一个的年化报酬率比较高。好，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是 IRR 的比较那这有一个投资计划你看你第一年一开始呢，你要先付出2000块钱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先付出2000块钱，那接着呢到1年后你可以收到450块钱，2年后收450，3年、4年、5年各收450那请问你这个投资计划好吗？那好的话到底有多好？那如果你完全不看利率的话，其实很简单，你450乘以5就得到2250所以你可以想象这边是450元乘以5，就得到2250那你原先只投入2000啊，那最后拿到2250所以你的 profit，你的利润是不是等于250呢？那这个到底有多好？其实好或不好是要靠比较来知道那我们来回头看看。假设银行的年利率是2%，你存在银行里面是2%，那我们来算看看，那如果以2%来计算的话，那这个投资计划到底是好不好？那一样的话，因为是2%嘛，所以你每年要折到呃往前折或往后折，往前折的话，你就要除以加上这个年利率的n 次方，那往后折呢，就是要乘上加上年利率的 n 次方那简单的说呢，你可以看到第一年450，但450你要往前折，折回到前一年，我们现在全部把它折回到现在的价值那就是450要除以1.02，这1.02就是1.02的一次方，所以一除得到441.18这等于说折回这一年的现值。那再过来第二年也是450，但450是第二年你才拿到钱所以你要除以1.02的平方，等于要除以这个数值，所以得到432.53所以等于说450折到现在的价值呢，也是这样折回来，一开始价值就432.53那同样的情况，第三年折回现值是424.05，第四年折回现值是415.73，第五年折回现值是407.58。那你把这些现值全部加起来，你就得到 NPV，叫 Net Present Value 等于121.07，表示它是正的所以表示说你整个投资过程中，你把它折回现值得到钱是121.07表示这个相对应于银行来讲，这个投资是值得的但是反过来看当银行利率变高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这样的投资可能会不值得，可能还不如你把钱就直接丢在银行里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如果5%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同样也是一样，450除以1.05得到428.57，450除以1.05的平方得到408.16到最后第五年450除以这个1.28是1.05的5次方那得到现值就是352.59
哎，那你一加，把这最后一些全部加起来，你 NPV 就剩下负51块钱。哦，所以你算一算，你会觉得说，那我还不如就当初就把这2000块钱存银行就好啦，我干嘛要做这样的投资呢？哦，所以换句话讲，就是你跟银行跟2%的利率来比，这个投资是值得的；跟5%来比，这个投资就变成不值得。哦，那我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投资是等同于它的interest rate 年利率会有多高？哎，那这就是我们要算的 IRR，就是在这个投资计划下面，它的对应的年化报酬率会有多高？我们来看看怎么计算这个事情。这个怎么计算这个事情呢？等于说你要找出一个 IRR，或是我们就讲 R 好了，找出一个年利率，使得呢 NPV 要等于零哦，折算为现值，它要完全等于零，或是折算到future value net future value NFV 它也要等于零。哦，那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很简单哦，我们拉出一条这个竖线，竖线上面有我们的现金流量哦，cash flow。那比如说到了第 I 年，我的 cash flow 呢是用 CI 来表示哦。那一开始当然是 C0哦，一直到 CN 哦，假设总共有 N 年哦。那对于第 I 年呢，我们不管是投入或是获得收回来的钱，我们都用 CI 来表示。通常 CI 如果是正的，表示我们拿到钱；CI 如果是负的，表示我们付出钱。哦，那 CI 如果折回现值的话，我们假设现在是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折回现值呢，那 CI 就要除以1加 R 的 I 次方在这里。但是呢，你也可以折回 N 年之后的钱哦，所以折回 N 年之后的钱呢，就变成 future value。那因为现在是 CI 嘛，经过了 N 减 I 年，那就是 CI 乘上1加 R 的 N 减 I。你不管要折回现值或者折回将来的值哦，它的总和都要等于零哦。所以你把每一项都折回现值，把它加起来，我们就得到这个方程式。当然，如果全部把它折回未来 n 年之后的值，得到的就是这个方程式哦。所以这两个是 equivalent，我打一个符号写在这里，表示这两样是 equivalent。你其实可以想象，把左边这个式子乘上1加 R 的 n 次方，就得到右边这个式子哦。或者我可以写 NPV 乘上1加 R 的 n 次方就等于 NFV 哦，这个式子很显而易见哦。那不管你用 NPV 等于零求到了 R 值，和 NFV 等于零得到 R 值，都是一模一样。那这就是我们 IR，就是我们的 Internal Rate of Return，或是我们的年化报酬率。我们来看几个实际的案例、实际的范例哦。在第一个范例里面呢，一开始哦，负的123，这是你要付出的钱哦。这边有一个 table 哦，那这边是画出来的这个在时间轴上面的现金流量表哦。在一开始你付出了1234块钱，第一年你收回362块钱，第二年收回548，第三年收回481。那请问你这样的投资计划等同于年利率是多少？那我们就把 NPV 把它写出来啊，对不对？一开始是负的，那接着把这个折回362折回第一年的值，这是第一年拿到的值，折一年，第二年拿到值，往回折2年，第三年拿到的钱往回折3年，令它等于零，那我就可以算出来这个 R 我的年利率呢等于大概5.96%，其实是还不错哦。但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计算方式呢，是 based on yearly compounding，就是每年来进行年利率的计算。但一般在银行里面呢，是每个月在计算。哦，所以我们就是如果改用每个月来计算的话，那就是利用我们前面的公式可以知道哦，就是你必须把年利率除以12，再乘上期数。哦，一年有12个月嘛，这是第一年，折了一年，往回折一年，往回折2年，往回折3年，那令这式子等于零，哎，我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 R 等于5.80。哦，所以5.80其实是比较正确的数值，表示这个投资案呢，你的年利率是5.8。那如果用月复利来算的话，
这个年利率是5.8，其实还蛮不错的投资。哦，那我们如果把图画出来，这方程式在这里，方程式在这里，写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图画出来，这边是我们的，这边应该是写 R 才对，是我们的利率，年利率，那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NPV，Y 轴是 NPV，你可以得到一条曲线，那这个曲线呢，最后跟零点的交点在这里，这个就是大概5.8左右，5.8%，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五点，对应的我们就是我们的 IR，假设是每个月复利在滚的话，那如果你知道怎么算一个投资所对应的年化报酬率，那你就可以来比较，不同的投资它的年化报酬率各是多少。那年化报酬率越高，当然就是越值得去进行的投资。那我们这边呢，特别抓一个储蓄险来比较储蓄险呢，我想各位都知道就是它就是你可以先每年缴一些钱回来，如果中间有身故的话，就可以领一大笔钱回来那如果没有身故，你事后这个期间过了以后，你还是可以领回一些储蓄险最后的本金加上一些利息那我们第一个看的是邮局6年期激励保险。我们现在先不看呃，就是寿险的部分或是意外险的部分我完全只看这个储蓄险它值多少钱，它的呃年化的报酬率有多高所以呢，你一开始缴这么多钱之后每年缴这么多钱，那最后到了第6年末，可以领回10万块钱。那利用前面的算法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邮局6年期的吉利保险，它的年化报酬率呢是0.839%你可以想象这个是蛮低的那这个算法呢是背上 yearly compounding 如果算这个月利率 monthly compounding 的话，它实质上会更低那再过来看另外一个是远雄好赚养老保险他们的名字都取得很好听好听好记那也是让保费这样一路缴下去，最后呢可以拿回38万那也是一样，你用前面的公式来算，最后得到的这个 IRR 呢是2.093，这个就比邮局好很多哦。那当然这边完全是只看储蓄的部分，没有看真正保险的部分。那如果你要把保险拉进来看，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你可以去抓，就是我想网络上可以找得到，就台湾区人民的余命大概平均大概多少钱比如说你看你这是30岁的男性开始算，然后如果31岁挂掉就可以直接领10万，32岁挂掉又可以领回不同的钱出来。那你把这些几率值加进来算，才能得到最后完整的评估但是通常来讲，储蓄和这种寿险绑在一起有时候会造成人的混淆。你常常会想说，我去保险，然后反正我人没挂掉，还可以拿回一些钱回来，而且还有利息，感觉上是蛮不错的但是你回头一算，你看这个0.839是不是超低的那反过来讲，如果说你把储蓄和保险把它拆开来你如果正常的存钱那可以领回一些钱出来，那把这些领回钱多的钱再来买这些这种纯粹的意外险或者是人寿险，会不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就是要让你用数学来计算来验证的部分。那两边比呢，你会发觉，邮局只有0.839，远雄却有2.093%，这就牵涉到这两家这个公司或者是两个单位他们的稳定度有多高。各位可以想象，邮局是几乎是不会倒的，在6年内是完全不会倒。但远雄它是一家公司，它本来就不是以做保险起家那可不可能在这6年内就挂掉了？导致你钱完全一点都领不回来，这个是不是没有可能那当然，所以一般来讲，越是稳定的公司呢，它的利率呢都会比较低一点，
越是不稳定，可能发生问题的，它的利率年化报酬率就会比较高一点，吸引你过来。哦，这个也是让各位同学知道，所有的金融投资都一样，你投资的呃越稳定，它赚的钱越少。我就像丢在银行，你的利率会其实并不高。但是，比如说你丢在股市，它不稳定，但是它能赚的钱可能会比较多。哦，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这是另外一个投资方案哦，就是有一个投资方案呢，你2年赚20%，另外一个是5年赚50%，第三个是10年赚100%哦。如果你不看复利哦，只看这个呃一般来算的利率的话，其实都一样哦。你把它除一除哦，每年都赚10%哦。但是如果你用复利来考虑的话，其实得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哦。如果是用年复利来看的话，哦，分别是9.54、8.45、7.18，哦，所以你可以知道2年赚20%是比较好的投资方案。但如果你用月复利来看的话，它的值还会更低一点，哦，9.15、8.14、6.95，但是还是这个短期内赚的，它的复利相对应是比较高的哦。那这边就有一个简单的 exercise，你是不是能写个 Python 的程式来verify 来验证一下上面这几个数值是对的？那等于说你要写一个程式去算它的 NPV 或是 NFV，令它等于零，那把对应的0.R 算出来，这就是我们要算的 IRR。好，这边是最后简单的 reference，这边有一个绿角财经笔记哦，有很多资料从这里来哦。这边有很简单的范例，你可以看一下，Wiki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介绍哦。那我们讲 IR 这个来分析储蓄险，刚好这边网络上都有很完整的范例，各位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哦。那它这边的算法呢，其实是用 Excel 来算哦，所以你也可以用 Excel 把资料填进去。然后利用 Excel 里面附的程式把这个 IRR 算出来。哦，当然我们作为是希望用 Python 来进行，会比较有弹性一些。好，这边有关于IRR 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各位。